Hello，福气的猫友们，我是希望所有生灵都能被善待的安宇，欢迎跟着安宇一起学养猫。我不是专家，但是我是一个跟你一样想让猫咪少走弯路的猫友。从24年的10月份，我们领养了后面到现在，然后半年的时候，当然就会面临到结扎这个话题嘛。虽然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带猫去结扎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兽医这么强烈推荐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吗？今天安宇整理了美国兽医 Woody Brooks 分享的8个诊间最常被问到的结扎问题，带大家深入理解这个对猫生来说最重要的一步。首先，结扎不只是为了不生，它其实更多是为了健康。母猫年轻的时候结扎呢，它就可以大幅的降低乳癌的风险，还能避免发情时的哀嚎跟乱尿尿的一个状况。公猫呢，则能降低睾丸癌或者是攝護腺相关的疾病，并减少攻击行为。大家也要注意，有些疾病像是 FIV 猫艾滋或是 FELV 猫白血病，其实都是透过打斗伤口传染的。那结扎呢，就降低了一些攻击性，也变相了保护了它们的安全跟健康。至于手术是摘除什么呢？母猫通常是摘除子宫跟卵巢，那当然如果你是只做内视镜的话，就会很多时候只摘除卵巢。公猫则是做睾丸切除术，切断睾固酮的所有来源。那猫咪应该要多久之后去结扎呢？就是多大去做这件事情。虽然8周大其实就可以做结扎手术了，但技术挑战其实非常高。那兽医自己本身会推荐体重至少达1.5到2公斤以上，所以有一些就是愿意接受你的猫，但你的猫不到健康标准，其实就想要去做结扎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不太好的兽医。那传统建议其实是希望可以到6个月大，研究也发现年轻的时候结扎的猫咪恢复力会相对来说更好，甚至能降低气喘还有一些骨骼相关的疾病。那如果猫咪发情了，或是流浪猫已经怀孕了，这样可以做手术吗？发情的时候手术的难度会比较高，因为血管会充血，那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，但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。那如果是怀孕中结扎，其实就意味着要终止妊娠，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选择。那安宇不会去评断这件事情是否人道，但是以手术层面来说，它其实是可以被操作的。若是让母猫生完再结扎的话，那就建议是母猫就生产完后1个月已经断奶之后再去做这件事情。术后呢，大家最担心的其实就是照护的问题。像我们家 Hoki 跟 Homia 其实就是当天就回家了，因为熟悉的环境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更放松。那当然一定要等到麻醉清醒，在医院醒来之后才可以带回家。那母猫是术后10天，如果传统上来说是需要拆线的，内视镜可能不用。那公猫通常是不需要。那如果你发现伤口有组织液、蓄脓、流血，请你一定要回诊。那术后10到14天内，就是千万不要帮猫咪洗澡。那大家也很常问，结扎猫咪会变胖吗？那其实 Hoki 完全验证了这一点。那因为荷尔蒙改变，然后新陈代谢会有点下降，所以食量会增加。性格本身是并不会改变的，但发情期的躁动啊，跟一些攻击性、喜欢玩的这些行为会消失，然后会变得会比较温柔，然后很多时候感觉就很 chill。那这时候体重管理、饲料跟增加玩具互动其实就非常重要，不要让爱变成沉重的负担，因为猫咪过胖其实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不太好。那结扎是负责主人的表现，不只是为了控制数量，更多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活得更长久，活得更健康。那最后提醒，如果你要去做结扎手术了，你一定要做好功课，选一家专业又细心的兽医院，避免就是卵巢没有摘干净，然后去做2次手术，这是很常在母猫上面发生的一个状况。其实安宇非常的心疼。那祝福天下的猫咪都平安，也愿虐猫者此生用相同的方式虐待。让我们一起守护猫咪吧，福气的猫友们，我们下次晚安见。欢迎订阅分享，也欢迎猫友们如果有想理解的主题留言给安宇哦。